Hello，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加州临床心理师 Caitlin，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哦，天哪，这也有一个错字没有写好，糟糕了，应该要重新写了。你也是这样子吗？对于很多事情都非常的吹毛求疵，或者是希望每一件事情都做到完美，一点点小错误都没有办法接受。如果是这样的话，说不定你有可能已经有了完美主义这样子的一个症状哦。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所谓的完美主义的人格会有什么样的一个症状，还有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完美主义。好，在我们一开始之前呢，先跟大家提醒一下，我们这个频道呢是跟心理相关的，所以跟心理疾病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啊、自我成长啊、职场关系等等之类的，我们都会在这里讨论。如果你对这样子的议题有兴趣的话，麻烦帮我们按下订阅跟小铃铛，这样未来我们有新的影片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通知咯。那我们首先呢，先来看一下有哪一些症状，哪一些人呢，也许我们可以检视一下自己。我们有没有这样子一个完美主义的一个倾向，还有它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生活。那对于有完美主义的人啊，我们可能比较常见的呢，就是非常的挑剔，凡事都必须要做到非常完美，然后没有办法接受任何的挫折、失败、错误，或者是也没有办法接受别人有犯错，所以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呢，都会非常的苛刻，非常的严格。然后呢，有些人呢，可能也因为这样子呢，就对于自己要求非常的高，然后一直觉得自己做的还不够好，还不够多，然后不断努力的要求自己，还要再继续往上爬。还有呢，可能有些人呢，会因此呢，就变得比较没有自信，低自尊，然后常常会有那种，要么就是做到最好，不嘛就是不要做。所以呢，你会发现很多有完美主义的人呢，可能常常会有那种拖延症的一个状态。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想要做到最好，就有很多很多细节要做，那就会变成压力很大。所以他们就会因为这样子呢，就觉得压力特别大，就一直被压到最后就不想做，然后就一直觉得哇，我应该要怎么做？但是呢，又没有办法提起劲来做事情，然后就一直拖，然后反而产生更多的焦虑，因为有时候可能因为会有 deadline，然后又觉得想要赶快把它做完，可是又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做一个很两光的事情，所以就一直在这里头交结。然后呢，也会不断的对自己有非常多的批判。那也很多人呢，会因此呢，就变得比较容易忧郁，比较容易焦虑，然后对自己没有自信，没有什么信心。这些呢，都是我们常见的，在一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会有完美主义的人会产生的一个现象。我们心理学的研究里头呢，就有几种不一样的完美主义的一个面向，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在这里头。先跟大家讨论第一个部分。Randy Forrest， 然后在1990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已经有讨论，大概有6个面向是完美主义的一个6个面向。那第一个呢，就是过度于担心犯错，所以在很多事情上就会非常斤斤计较，非常希望自己能够不要犯错。所以呢，可能写一封 email 要寄出去之前要检查个10遍，然后自己看完还不够，还要再请家人或者是其他的人再帮你再多看2遍，然后确认都没有错了，然后才敢寄出一封信或者是一封简讯。那这就是一个过度害怕犯错的一个症状。那第二个呢，就是对于人有很高的一个标准，所以对于凡事呢，可能都会期望非常的高，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做到一个完美理想的状态。所以这样子的人呢，就是对什么事情都会有高标准。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觉得父母对自己期望很高的人，可能就觉得说，我觉得我的父母呢，觉得我应该要出人头地，觉得我应该要去当医生，觉得我应该要怎么样，我应该要做一个百万富翁。然后因为这样子呢，就把自己压得很辛苦，因为觉得自己我不是百万富翁，我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或者是我没有去当成医生，我就是一个很失败的人，然后我一点用都没有。所以会有一种
内在假想的父母对我们的一种期待，即使你父母可能早就已经没有这样想了，可是你还是有这样子一直在心里面一直觉得我应该要活成这样子，然后就不断被这样子一个内在的期待所追着跑。那第4个呢，就是父母非常的苛刻。那因为父母非常的批判，从小经验的就是爸妈不断在批判你，所以呢，你可能就会有那种非常严格的虎妈式的教育啦，或者是非常的严格式的教育，希望你所有事情都做得非常好。那也因为这样子呢，就会造成你也内化了这样子一个批判性的思考，然后就不断对自己不断的批评，然后对自己的事情呢，都会用很负面的方式来去看。就算你已经做了90%、95%的好，你还是只会看见那5%跟10%不好的地方。那第5个呢，就是对于很多人的，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其他人的行为呢，都会有所怀疑。就是不管人家做什么，你都会觉得，这样真的是最好的吗？或者是自己做一个决定，你会不断，这样真的对吗？这样子好吗？我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不断有那种自我怀疑，或者是对别人的决定、对别人的行动也有所怀疑的时候，就会不断second guessing，那就会怀疑说这样做是对的吗？或者是这样做的品质是好的吗？这也是一种。那第6种呢，就是过度的要求有组织、有条理、有顺序的一个部分。那就是很多完美主义的人，我会发现他们可能在很多事情上会要求非常的有管理、有条理的样子。例如说，可能书架必须要排理的非常好，然后可能要几公分，就是到那个书架的最外面，那几公分往内，所有的书全部要排整齐齐的，或者是呢要照着字母排，又或者是要照着那个高低顺序排，所有东西都要弄得整齐齐的。然后这个东西就一定要放在哪里，用完马上放回去。对于很多事情都非常着重在小细节，一定要怎么做，然后才会造成那个就是让整件事情看起来比较有条理、有组织。那可能这样就会造成自己跟身边的人很大的一个压力。那这个是呢，就是属于完美主义的6个向度。那在之后呢，其实 Hewitt 跟 Flat 他们也有做出大概归类3大型的一个向度呢，一个就是自我的 self-oriented perfectionism， 就是呢，其实你是自我要求非常高的人，那你可能就是内在自我要求很高，然后觉得说我应该要怎么样再做得更好，然后觉得自己可以再做得更多，或者是可以再更进步一点。那这个是一个 self-oriented perfectionism。那另外一个有 self 就会有 others， 那就是一个 other-oriented perfectionism， 那就是觉得说别人应该要做很好，别人应该要做这个，别人要做那个，所以对别人很容易会有很多的批判，甚至没有办法相信别人的能力。所以对于别人做的事情呢，我们都会有一种你这样子做对吗？或者是我真的可以让你这样做吗？然后充满非常多的怀疑，所以呢就会比较没有办法好好跟人家团队合作。那第3个呢，就是 socially prescribed perfectionism。那第3个呢，其实比较像是觉得这个社会大家觉得应该要怎么样，所以呢，以这个社会期待性，例如说，因为我们是亚洲人，我们就应该要当医生啊，或者是我应该要当律师啊，或者是我应该要当老师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做人就是应该要怎么样。我们有很多那种社会性的期待，有时候我们就会变成因为这样想要活成这个社会期待我们变成一个样子，而去努力迎合别人的所谓的期待。但也许没有人对你有这样子的期待，只是我们自己觉得就是应该要这样。那听完这些，不知道你对于完美主义有没有什么样新的想法，或者是对于自己有没有新的认识，觉得自己好像可能有一个所谓的完美主义的一个倾向呢？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跟大家讨论一下，那如果说你有完美主义的倾向，我们要怎么样去克服它呢？首先呢，最简单的当然就是我们要先去承认自己其实有这样子的一个部分，就是会因为完美主义的倾向而导致自己可能对自己非常的苛刻，甚至对身边的人也非常的严苛，然后导致于自己跟身边的人容易有冲突，又或者是因为这样子导致自己
很容易拖延，甚至情绪不是太好，心情很容易低落，或者是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然后可能会因此呢，就变成在做事情上面其实没有太大的效果。我们先去承认这个完美主义，它其实带给我们很多负面的影响，也许它有它好的一面。那在完美主义里头呢，它其实我们当然主要就是这是一个压力源，那我们就会有比较适应良好跟适应不良的部分。适应良好的就是说，我有一个完美主义的倾向，但是呢，我还是可以完成把事情做好，我不会因为这样子造成了我的工作没有办法完成，或者是我跟人相处上面有困难，而是我对自己是一个比较高要求的人，我很有自律。那这可能就是比较适应良好的一种人。那如果你是那种比较适应不良的人，你可能就会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拖延症啦，又或者是你很容易会情绪比较低落啦，或者是对自己比较没有自信啦，或者是跟其他人没有办法好好相处或合作，那你可能就比较偏向于适应不良的，因为这个完美主义带给你的代价太高了。那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人的话呢，我们可能就要试着去克服它。好，那这个是第一个部分，我们就是可以先去承认我好像真的因为完美主义这件事情，导致我现在的状况不是很好，或者是我跟我的另一半相处上面开始有很多很多的摩擦，容易吵架，又或者是我对自己越来越没有自信，然后很容易很紧张，或者是很容易非常的焦虑，那就先第一步先去承认，然后呢，接下来呢，可以试着去挑战一下自己的一个认知的部分。在认知部分呢，我们可能就可以试着去思考，这个对我来说是好的吗？在每一件这件小事情上面，例如说，如果我必须要花2个小时才能够写完一封信，然后还需要请很多人来帮我检查，那等于我需要花好久的时间我才能够回复一封信。那这件事情这样子对我来说是符合经济效益的吗？是需要的吗？如果说那个是我的好朋友，他写了一封信给我，里头有1-2个拼错字，我会怎么样看他？我会怎么样反应？我会觉得其实也还好，没什么，还是其实我会因此变得非常的生气。有时候我们试着换位思考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就会发现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困难，没有想象中的这么的严重。那其实都是我们自己把所有事情严重化了。那当我们试着去用别人的角度去思考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会觉得也还好。那另外一个部分呢，会希望大家可以试着去挑战让自己故意犯错，或者是让自己做的不完美，去试着去看看那会有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常常会觉得有一种灾难性思考，就是如果没有做得很好的话，他们可能老板就会把我给裁了，然后或者是大家就会不喜欢我了，或者是怎么样，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很糟糕的想法跑出来。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是自己吓自己，所以如果我们试着去挑战这件事情，我就不要做到这么完美，我就是做到好就好了，我也不再去检查了，然后去试试看看别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看这件事情最后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当我们试着去经验去体验这样子的事情之后，我们其实是在试着去拓展我们的舒适圈，然后去告诉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大脑，就是其实没有那么糟糕，因为对方看到我的错字也没有反应，他也没有因此而对我咆哮，又或者是他也没有因此就把我给裁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没有这么的可怕，然后我们对于事情的容忍度跟接纳度就会越来越高。那当然，如果你是有拖延症的人的话呢，可能试着给自己一些弹性，允许自己对于目标的定制呢，可以先小一点，然后以可行性的目标来说，而不是我要在就是下个礼拜把所有一整个大 project 做完。我们可能先从分步，例如说，那我这个礼拜我就先来做这个部分，我下个礼拜我再来做这个部分，试着把它变成一个小的步骤，就比较能够可行，也是可达成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子呢，我们其实就会给自己也会比较有多一点的信心，因为每一件小事情你都达成了，你就可以给自己一个拍拍手，觉得我做完了，非常的好，再来下一步。
那我们这样子就慢慢建立一个自信的部分，也比较能够克服就是拖延症的这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谈到这里了。如果你觉得你自己也有完美主义，然后怎么样就是影响你的生活，或者是想要跟大家分享的话，欢迎在下方留言。那如果你对于这样子的议题或者是其他相关的议题有兴趣的话，帮我们在下面留言，我们都会看哦。那最后一样跟大家提醒一下，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影片对你或身边人有帮助的话，麻烦帮我们按赞并分享出去，不要忘记了一样要按订阅跟小铃铛。我们下一次见喽。